南方人吃米，北方人吃面。千年形成的农耕文化，因地域和气候不同，演化出餐桌上的各自精彩。广袤的中国大地上，南北饮食的派系之变似乎从来都没停止过。甜咸两派尚未达成共识，辣味已经默默成了餐桌上的新晋 C 位。吃辣分不分南北？这还真是个问题。有一个流传已久的悖论，认为辣椒具备祛湿的功效，因此也成为了长江流域人们的解困之道。但在气候干燥的新疆，这种功能说完全不成立。这里的人们喜爱辣椒，让辣椒每时每刻都出现在羊肉串、大盘鸡和拉条子里。瞧看看啊，最好吃烤肉在这儿呢啊！这时候，辣作为一种美学的存在，给人们带来了生活的乐趣，以及离别的乡愁。总觉得它是一种从小吃到大的味道，就是会一直不停的吃的这种。这就是不辣不欢的。我觉得年轻人都喜欢吃辣的，吃什么都喜欢吃辣的，但是炒米粉的辣跟别的辣还是不一样。辣椒的刺激与挑逗，往往成为面条、米粉这类食物让人食欲大开的不二法门。但很少会有地方像乌鲁木齐街头这上千家米粉店一样，让人猝不及防。油汤米粉中了，来10块的热出去了。当地一碗爆款的炒米粉，有足足1/3的容积被辣椒充斥着，似乎辣椒才是解决一日温饱的主角。新疆，中国面积最大的内陆省份，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大规模辣椒种植，让这里成为中国辣椒的重要产区。新疆天然的干燥空气和全年超过3000小时的日照，成就了制作干辣椒的绝佳烘房。和南方辣椒滋味的清脆辛辣不同，大漠孤烟直般的粗犷豪迈，是干制辣椒独有的彪悍气质。夏收结束之后，几十万吨干制辣椒将从戈壁滩上汇聚成红色的洪流，蔓延到干燥的西北大地。在曾经的丝路上，辣椒还会有新的相遇。为了这一场相遇，文安迪和母亲天不亮就出发了。即将到达安吉海收费站。大漠气候里少见的一场小雨，并没有带来欣喜，却让此行的二人变得忧心忡忡。你看，比如它这种就是遭雨水多了。像这种都没有晒干。文安迪的母亲周燕来自贵州，从小就和辣椒打交道。一个冬天，文安迪的米粉店要消耗10吨以上的辣椒。辣椒的品质直接影响着生意的好坏。每年挑选辣椒的环节，周燕都必须到场。我就喜欢你家这个辣椒，肉墩墩的，肉吃得很好看，你看亮亮的。颜色倒还可以，辣度相当好的，相当好的。你看这个都里面破开，你看这个质量各方面的。我说我们家的米粉那才带劲。新疆独特的气候造就了体型宽大的辣皮子，大红大辣，磊落直接。这种辣椒也是当地炒米粉的王牌搭配，甚至赢得了米粉椒的头衔。3年前，
文安迪开启了自己的第一家炒米粉店，店里的招牌美食就是这碗1/3都是辣椒的炒米粉。辣的，就是在新疆话里面，就是很多时候吃爆辣炒米粉吧，那最多的一体验是什么？过瘾。就是因为新疆人他是比较喜欢吃辣，我们在这个辣椒上的选材呢，就是不仅仅要突出辣，还要突出它的香，它满足了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所有的对于辣椒的要求。经过浸泡、炒制成酱，干辣椒就成了炒米粉独特口感的灵魂。对90后的文安迪来说，无论产自新疆的辣椒，还是源自南方的米粉，都和他有点特殊的缘分。爷爷呢是50年代的时候从贵州支边到新疆，一开始其实没有炒米粉这个东西，贵州也没有。爷爷呢就开始琢磨嘛，新疆人喜欢吃什么，比如说我们新疆爱吃的炒面、拌面，爷爷就用新疆的安海的辣椒，再带上贵州的酱，综合在一块儿，把它爆炒出来。细嫩的鸡肉，爽脆的芹菜，弹软的米粉，是炒米粉的标配。入锅爆炒，分分钟出锅。鸡炒中啊，油和酱汁充分融合后，均匀附着在每一根米粉上，使得辣皮子滋香浓郁，辣得恰如其分。无论过去还是现在，新疆都是中国连接中亚的桥梁。南来北往、东西贸易的香料都在此汇集。这里的人们并不缺乏驾驭香料的能力，开阔的文化视野和有别于中原地区的生活环境，让他们形成了原生专属的生活美学。四面八方的人慢慢汇聚于此，开始耕耘劳作，开始一日3餐的酣畅淋漓。岁月如梭，关山飞渡，在耳边吟诵的是：任是谁来，天山脚下都是我的家。从新疆往南，我们随辣椒短暂停留在宝鸡，这里是关中平原的西大门，4省交界，古味犹存。拿现念现炸的青椒啊，拿现做的芥末酱有香辣酱，这是我陕西的辣椒面，陕西8大做油泼辣的一道菜，这就最好的一道菜。秦椒，这个霸气的叫法，透着先入关中者为王的共情。西北人热爱面食，这是地理环境造就的习惯。土层结构深厚的关中地区，产出的小麦面粉蛋白质含量丰富，和口感醇厚的油泼辣子是人见人爱的经典 CP。但在宝鸡人的菜单里，除了拌面、油泼辣子，还有另外一种可能。8号菜点上来没？这8号菜。10年前，薛鹏关闭了经营多年的面馆，开启了火锅店。眼前这位关中汉子，用了一勺霹雳烈缺的滚油，泼出了餐桌上的主色调。来了。每隔几周，薛鹏的火锅店会有一批重要食材到货。陕西人对这个辣子的口味是非常挑剔的，不能要干辣，但是又不能没有辣的感觉。辣子粉有粗的有细的，就是各种不同的吃法。像我们用的这个辣子，主要是不是那么太辣，因为火锅的蘸碟如果太辣的话，客人接受不了。我在我们当地选择了一种比较脆的辣子，瓤比较薄，干了之后呢，咋形容呢？就是拿手一搓就成灰了。虽然只是火锅小料，
薛鹏对自己的辣子配方总是带着神秘而欣慰的微笑。辣椒是众所周知的本地品种宝鸡县辣椒，晒干之后加薄油慢火翻炒，油溶解了辣度，却激发出香气。这一步骤不仅成就了薛鹏火锅店的一碗调料，也是关中百姓引以为傲的油泼辣子的秘诀。关中人把碾磨面粉的智慧用在干辣椒上，粗细不同的辣子粉通过排列组合，给油泼辣子的丰富口感提供了更多的可能。在公开的秘诀之外，那勺油才是看不见的学问。鲜葱入锅，炸出底香，随着油温的升高，陆续加入各色香料，复杂的香气构建出一个迷魂阵，让人想想就难以自拔。3号，几位啊，师傅？2个人啊，刚好。9月，宝鸡的气温刚刚降到20摄氏度，薛鹏的店门口就开始等位了。北派火锅偏爱的底料大体是简单统一的清汤白水，除去食材本身，蘸料就显得尤为重要。辣子火锅就是我们宝鸡人的一种吃法，在别的地方可能很少能见到。蘸料就是一碗辣子，没有啥特殊的。现泼现吃，才能最大限度感受辣子蘸料的魅力。这一刻，油泼辣子即将打破次元壁，拥有整个宇宙。来，小饼放这啊。带涮得尽了兴，馍也烤出刚刚好的脆劲儿。油香进入烤馍孔隙，形成内里温厚、外表酥脆的双重口感。古老的关中大地承载了无数深邃的日夜交替。辣，这种磅礴而出的痛快，与此地也有了些微的精进之妙。刚烈的现场油泼，洒脱的油碟打滚，构建了关于故土的共同想象。但是，只因一座山脉的存在，辣子的模样发生了变化。从宝鸡直线向南近200公里，横贯的秦岭让气温和降水骤然发生改变。一道降水线划分的，既是地貌，也是人情。由于湿度更大，辣椒必须产生更多的辣椒素以自卫，这使得雨量充沛地区的辣椒吃起来更加筋道。从饮食上也是，餐饮四川应该是来访，那个生活习惯形成它这么设计，应该是北方。北粉南酱，不同于北方人极致细分辣子面的执着，将鲜辣椒剁碎制酱，似乎更符合南方人处理辣椒的审美。加入豆瓣，促使辣椒发酵，原本沉寂的氨基酸逐渐游离起来，鲜味物质更加复杂，滋味由此激发。发酵成型的辣椒酱被广泛运用在各类餐厅菜肴中，但在汉中山区的寻常人家，还有一道略显另类的辣酱，只供日常品味。我们这贼辣子，贼红的，贼溜的。
这种个头不大的线辣椒，在汉中并没有规模化种植，但在山区，农家几乎都会在地里为它保留一小块专属之地。今天，杜花和姨要制作最适合这个季节的早餐。好辣子，哦，要的。随手采下的新鲜南瓜叶包裹住辣椒，放入炭火中，让食物和火直接接触。这种烹饪方式称为烧。高温杀菌的同时，还有激发香气的作用。烧辣椒的同时，菜豆腐的准备工作也已就绪。打磨好的黄豆浆滤去豆渣，留下细腻的姜汁。山白菜质地脆爽，本味微带苦涩，加入煮沸的豆浆中，丰富口感的同时，视觉上也多了白绿相间的趣味。酸浆水点豆腐是陕南汉中的传统。利用其富含的乳酸，锅中的豆花包裹着山白菜，层层结块。在锅底下入稻米，小火焖煮。菜豆腐稀饭厚而不腻，略带酸香。这道传统的汉中农家小吃，必须搭档辣味小菜才算到地。辣椒是烧这样子是最好的，带点黑皮，它出来的味道特别好。烧好的辣椒去蒂切碎，用石臼冲打。陕南方言叫做踏。石杵的重力和捶打产生的温度，再次改变辣椒的结构，芳香物质被彻底激发。烤过的核桃和花生依次踏碎，几种食材混合，加盐调味。泼热油，高温之下，香气扑鼻，萦绕山间。农家地里的辣椒酱，不是什么讳莫如深的机密，而是弥漫于田间人家的寻常。作为生活细腻的一环，每个清晨都被辣而鲜的滋味浸润着。秦岭淮河，不仅界定了我国的南方北方，也不谋而合地形成了北粉南酱的默契。马海村，广西北部最古老的村寨之一。为了应对多雨的气候，他们把辣椒种在梯田的最顶部。我们一直都种辣椒的，几十代人的从古代的老人家到这里都是种辣椒的，生活方面的经济来源都是这样的。形似倒挂的牛角，是马海村古老且唯一的辣椒品种。籽粒饱满，肉质略带甘甜，是马海辣椒最大的特点。每年农历7月15前后，因为规模最大的辣椒采收，外出打工的年轻人都会赶在这个时候回村。虽然产量稀少，但庆功宴必不可少。每年全村产量只有1250千克的辣椒，奠定了马海村的老老少少世代相传的一根辣椒掰成2半吃的原则。刚下枝头，
极其珍贵的一小部分必须立马端上餐桌。新鲜辣椒用筷子挖去心蒂，要保持形态完整，外皮不能破损。这份需要细致和耐心的工作，由厨师团队的男人们合力完成。将现剁的肉馅填满整根胶体，像极了客家人的酿。在壮族村寨中，百姓将红色视为生命和活力，用辣椒包裹丰腴，是他们心目中关于先吃辣椒最具韵味的仪式。辣椒是何时出现在马海村的，已无从考证，但辣椒早已成为他们餐桌上的油盐。这场宴会，辣椒注定是主角。欢聚之后，如何将剩下的辣椒保鲜存放，是更加重要的课题。1.0 版本的辣椒酱，只需要将新辣椒剁碎，混合本地新姜，加盐腌制成酱。当一碗白饭现身，毫不起眼的它，瞬间化身为下饭神器。2.0 版本的辣椒酱耗时更长，在多雨的南方，整个秋天，马海村的男女老少每天都要追着太阳跑，往来于晾晒和收集的狭长路途中，一半晒干，一半风干，等到辣椒脱水至7、8成，才能进入下一个步骤。这时，将辣椒下锅干炒，高温加速脱水，再倒进竹筒里切碎。热油把蒜粒熬香，加入黑豆豉，辣椒粉最后现身。厚厚的油汤包裹住一切，隔绝微生物破坏的同时，也封存住了最精华的辣味。马海村2.0 版本的辣椒酱，即便不发酵，也让人一口难忘。南与北，中国百姓餐桌上的永恒话题。族群的差异，源于对生活想象力的差别。一条大自然冥冥中划定的降水线，让茁壮生长于大地之上的辣椒，产生了辣度不一、口感各异的生物属性。大地之上的人们也积攒起生活的智慧，在与辣椒相互雕刻的光阴历程中，不断拓展认知边界。我们彼此的参差多态，指向共同的幸福之本。说到底，在吃辣爱好者的世界里，辣无分南北，只有吃和不吃。而随着辣椒征途的不断向前，这员红色猛将也必将不断挑战极限，创造出更多重口味的小概率事件。